为什么同一个店不同的人做，味道差距很大？连续2天吃醉顶西早稻田鸡汤面，老板做的不错，小工做就踩雷。虽然一个是酱油面，一个是盐拉面，但我感觉汤底清澈，透明度还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店饭点都是老板做，排队严重。我第2次是下午3点半去的，基本就没人排队。我不是故意挑清汤面拍，前100确实都是清汤面。我觉得我们这些外国人先老老实实把前100吃完，对这个菜系有个基本认知。先不管它前100是真是假，有个基础了解以后，再去发现那些分数低、味道好的小店。主观必须有强大客观做支撑，完全主观没说服力也不靠谱。好的面馆都会加热碗，温度是面条好吃的关键。这个老板很大方，随便拍。我对小店身上会别个东西的特别有好感，对工作态度很认真。这俩人做面的表情都不一样，很认真。便宜小吃10年如一日，认真不错。他把肉放在那个台子上，也是用余温加热。你们放大看这个肉，颜色很粉嫩，其实都全熟了。我个人觉得日本拉面的通病，汤都要加热，没中国那种直接永远开着火的鲜美。我刚开始真正吃东京正宗的日本拉面，对做的流程和用料特别震惊，感觉中国小店可能10年都追不上，但现在吃多了，觉得这些日本人做的还是没中国小店随便做鲜美。为什么我整体评分会给日本的高？我评分不是给口味，我评分都是给食材和烹饪流程正宗度和技术。我吃过中国小店1、2分，都比很多日本拉面3分好吃，主观认为。日本人在我这里就像努力的差学生，很多中国小店卫生态度都特别差，但没办法，味道就是过得去，我愿意经常去吃。你看日本人对面条丝滑的认真度，中国没一个小店能做到。面条必须甩水到很干，面条不打结，只是卡贝洛斯前100的基本操作。一会儿快速给你们看看小工随便做的面条，味道就会差很多。这个店你别看店长年轻，开了快20年了，开了20年，对每一碗面这个态度，中国人值得学习。排名靠前的正宗日本拉面，基本都叫中华面。日本是真正对中华美食的尊重，也没说是自己的玩意儿。基本都会有馄饨，馄饨好不好吃也是关键。这个店用的葱居然是我日本寿司那期寿司店用的葱，讲究了。酱油拉面，我吃之前也是同样让老板给我做的别太咸，正常盐度，吃日本拉面正常操作。这个汤是真的漂亮。叉烧饭，不行吗？对，直接跟他说一下。叉烧不错的，有点像中国的熏肉，不咸，很香。面条不硬不软，很劲道，不咸，汤挂在面上，味道很丰富。鸡蛋正常发挥。
有个缺点，酱油味有点重，我不太喜欢吃酱油味，虽然不咸。仔细看，蛋白还是很嫩的。日本拉面的笋子没一个我爱吃的，不喜欢吃带臭味的笋，只喜欢鲜笋。馄饨正常发挥，味道不错的。叉烧饭切的比较薄，味道可以的，带点烟熏味。我一般去拉面店都会试试他们的叉烧饭。我感觉他们这些鸡汤面都是鸡味重，鲜味少，可能还是2次加热的原因。他们的酱油味不重啊。汤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我基本都喝完了。评分等级5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我第2次来就想试试没酱油味的味道是什么水平，上次酱油味太重。密封期老板和那个助手不在，是洗碗打杂做的，这个点完全没人排队。我拍视频不是为了拍视频，我真正喜欢吃的店肯定不止吃1次。我也喜欢追求真相，很多店吃几次才能尝出味道。小工好像直接没烫完。我中间剪辑掉一部分，汤放在桌子上很久才下面条。很多步骤是有做，但是没激情，比较慵懒。经营思路确实有问题，非高峰期就不该开门，正常时间做的再好。有的回头客想下午不排队来吃，吃1次可能就不来了。普通人不会像我想那么多。估计还是想多赚点，其实反而有影响。你们如果要来吃，一定要选正常饭点高峰期，才能吃到这家店真正的味道。这家店我主观感觉比我第1期吃的那个鸡汤面味道要好一点。这个汤底清澈度完全不一样，我下次再来试试老板做的盐味的。叉烧切的完全不一样，老板切的超级大片而且薄，整体味道就不细讲了，差距太大。